我姓陈，叫 Jackie，我是在中国长大，中文名叫陈德坚。那其实在中国呢，我爸妈都是大学老师嘛，在大学教书。那从小在校园长大，那我的个性呢也受他们的影响，他们是读物理的，也是教那个电子工程，我爸爸。然后呢，我的个性就2个词嘛，就是力争上游，尽善尽美。原本学理工科的头脑，在工作多年后，又开始学属于文科的教育领导力，边工作边读书，花了7年的时间才毕业。是怎样的人生境遇让 Jackie 做出这样的选择？现在就来听听他的故事。我也是在 Oracle 的云端架构师。那我平时的工作呢，就在家上班，因为我们是全球的那个架构师的体系。那我在美国上班，平时的工作呢，就跟客户有电话会议啊，然后有时候会去客户那边开会，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有团队的一些的会议。那大部分时间呢，都在 online， 在线上上班。我在中国是因为我是中国的南方区的总监。那公司呢总部在纽约，它是上市公司，在美国总部工作了大概2年时间，在纽约。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移民去了加拿大多伦多。那孩子也在多伦多出生，我的女儿跟儿子。那其实这个也对我来讲是一个事业上的一个转型嘛，就从在中国工作到美国，然后到加拿大。过了大概有4年到5年时间。那我当时的公司也又再把我调到那个洛杉矶。那怎么认识上帝呢？因为我在洛杉矶呢，帮女儿找那个叫幼儿园 kindergarten。那幼儿园的老师呢，就是校长，就是台湾人，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他除了帮助我们我们的孩子以外呢，还帮助我们的家长有个查经班。所以我跟我太太呢就被邀请到查经班。所以这个就让我能够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能信主，我太太信主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们先遇见了福音，我们遇见了这样的基督徒。说起我信主也是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辩论的人。那怎么转变呢？我觉得有一点是我当时的那个生命的经历，是我公司有一个风暴，是吧？我公司被收购了，金融危机。那我就看到原来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可能我们以为我们的力量很强，说我用心工作，努力赚钱，给家里面有照顾，但是关键是我不能够控制我的明天的生活。第二个呢，我看到在金融风暴之后呢，我家里面碰到困境，我没有工作了，我在6个月之内没有工作，太太也没有上班。但这个过程呢，让我看到原来基督徒是非常有爱心的。他们不光是在我成功或有工作的时候来关心我，他在我很难过的时候也在关心我。我就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品格，我说这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他们能在我那么困难的时候，用他的时间，用他的金钱来帮助我？他帮我找到一份 part time 的工作，让我能够临时的有一些收入。他能够不断的在查经班，在教会里面地方教会里面给我一些辅导。我觉得他们的爱心从哪里来啊？上帝是真的给他们这样不一样的生活吗？我就很羡慕。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就终于打破了我对这个所谓的理性的这种挣扎，说就是我用争辩的方式来看。但是我发现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不管多么能说，多么能讲，上帝存在的话，我是不能够去反驳的。第二个的话呢，我很盼望能看到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生命也在我身上能够体现出来。所以我通过看到别人的生命的转化，我看到自己的盼望，我就决定就要信了。那刚好那时候呢，就是其实我太太跟我都觉得信仰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也看到一些上帝的给我们放下的印证，我们就受洗了。但那一年的话呢，他也发现他有cancer，所以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中，上帝虽然是每天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也看到即使是那个基督徒跟家庭的话呢，也会有苦难。所以呢，传统家庭呢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嘛。那我也很同意啊，我觉得我工作没有问题，那他也很喜欢带孩子。不过有个问题呢，就我发现我在工作里面呢，回到家呢，我就觉得跟孩子玩呢是我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损失，是吧？我工作的效率蛮高的嘛，工作都很喜欢就把事情做得快做得好。我有个朋友呢，是他很有趣，他观察力很强的。他看到我跟儿子玩棒球，他说 Jackie 你好像现在蛮痛苦的。我说没有，我一点都不痛苦啊，我陪我儿子玩棒球。他说不是，你回去看看，你的表情非常痛苦。后来我就注意了这个现象，我就观察，原来每一次我跟孩子，包括我女儿，她要去有些活动如果不擅长了，我就觉得好像是浪费我的生命，我觉得非常的难受。那变得我的亲子关系呢，很多时候就很疏离。虽然我是很爱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儿子，也爱我的太太，但是每次我在家中呢，觉得就很不自在。这是我儿子的房间。
那我们这边是他的小时候，在2018年他12岁的时候呢，他参加那个美国洛杉矶的道奇队的训练。那他很喜欢的这个道奇队的10号的球星的照片，他们还有亲笔的签名。然后呢，他也是下到那个道奇队的主场，在棒球场里面训练，所以他从小就喜欢棒球。那我觉得他现在去大学读那个运动管理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选了这个运动的管理的专业 major。那这是他参加那个乐团，他是那个鼓手，所以这是他当时在做 recital 在预演的时候的相片。那这个是他的高中，他参加高中的 Maranatha 棒球队的帽子，这是他们的高中的棒球队的一个帽子。那这边呢也是他喜欢的棒球员的他们的特别的礼物。当时是2015年的8月，我还记得，因为8月是我的生日。8月初呢，我们就回去，就我跟我太太2个人买了机票回去，也买了回程机票。那个儿子跟女儿还小嘛，那时候我女儿才11岁，儿子是9岁。那我妈妈在这边带他。其实刚好那一年的话，那一年的2月份，我爸爸也去世了，所以我妈妈在美国带我的2个孩子。那我岳父也在这边带他。我们就回去了。但回去的话，没想到他是因为那个。他治病的时候呢，有那个另外的症状，就他的呼吸就困难，他心脏后来就因为那个氧气不足呢，就心脏停顿，所以变得他就在中国去世了。所以其实后来他们2个回中国的时候，也是我妈妈带着他们，都没有跟他们讲回去什么事情，就说回去要回一趟中国。他们到下飞机了，我才跟他讲妈妈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家庭，包括对我自己是很大的一个冲击。我当时我太太离开那时候，我打电话给我的太太的导师。他在美国，我在中国，我就是哭着跟他讲，我说我不是一个好的丈夫，我居然不能够把我太太安全的带回美国，我好像是很失败的样子。但是他怎么安慰我，我都不能够接受。我内心有一个自我的定罪，说我带他回中国，不能把他安全带回来。但是我后来就通过我那么多年的我在读书跟导师他们带领我，甚至我通过自己的祷告分享，有一点很重要的，我就是每天我哭的时候，我就听福音的诗歌，因为诗歌里面有经文，上帝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就他那个上帝的话就通过诗歌进到我心里面来了。特别是我后来就发现，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在任何的阶段，我们就要看见盼望。我今天可能觉得我自己很失败，我不能接纳自己 ，It's okay， 我就说今天我还是不能接纳自己，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很高兴的跟上帝讲，终于到这一天到了，我能够接纳我自己了。我能够回来了，我能够再服侍上帝了。我觉得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但是我觉得是我以前的一个听到中国的传统的教导，我觉得是不对的。他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吧？那我当时就以为我能够忍下去，我就能够释放我的情绪，时间会改变一切。后来我接受正确的教导，就是他说Jackie 你是一个理工男，但是你是有情绪的人，你是一个上帝所爱的儿子，你的情绪不需要在你相信的人面前隐瞒。我觉得是很大的祝福。后来包括他跟我讲，这位辅导他跟我讲说 Jackie 甚至你在你的儿子面前女儿面前不需要隐瞒你的情绪，你该哭的该祷告的你就哭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对我很大的帮助，让我看到了就我作为一个爸爸，我在孩子面前也是可以哭的。甚至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们在爸爸面前你需要哭的话，你可以哭。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我很大的帮助。孩子就看到我的真实的表现，说爸爸原来你是那么悲伤的，你不是一个冷血没有感情的人。他们就知道他们对妈妈的爱是真的，他们哭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软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爱妈妈。后来我每分享一次我就少哭一次，因为我知道我的分享是把我内心的那个伤痛要讲出来，讲出来不是为了宣泄我的情绪，而是让上帝看见一个受伤的人也可以有正常的情绪，也能够正常的过阳光的生活。再加上同伴的陪伴，因为他也是陪伴我的邱弟兄，也是一个经过伤痛的人，他也知道这个哭是正常的，他没有用这个所谓的鄙视或是不接纳的眼光去看我，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我就在上帝的爱中，上帝接纳我，我的同伴接纳我，我也接纳我自己。这是我的太太胡璇 Michelle， 那我们是在中国广州结婚，然后呢，我们结婚之后呢就移民到美国的总部，我在公司的调动到美国总部。那其实在中国呢，我们是在大学认识的，我跟他呢都是大学的校友。
那实际上后来我们在中国认识，跟中国结婚。他在中国是在银行工作，是在银行的会计那个信贷部门。就我女儿当时11岁，我儿子9岁。那妈妈突然离去，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伤痛。那我特别感谢他们的校长还有他们的老师对他们的关心，因为孩子的伤痛是我们大人很难理解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但他们的幼小的心灵是有很大的伤口。那我自己来讲的话，也觉得我很难去应对这个状况，因为以前家里面2个人嘛，父亲母亲，到突然间我就一个人，而且我也在经历生命中最大的一个伤痛跟转折，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就好像突然在一个掉到一个深渊里面去了，就是没有力量再起来，非常的无助，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困境。那甚至也是很多的青少年的他们的行为看上去是一个反叛，但实际上他们也很挫折，他们不知道怎么跟爸爸去沟通，也不知道怎么跟朋友啊同学去相处，因为他们在转变过程中。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双重的一个困难，就我自己的力量不够，他们的经验也不够，那我们的关系就更难了。从他受洗09年跟我一起受洗到他离开的这几年过程中，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后来他离开以前他跟我讲，甚至我们这几年的关系比我们过了40年的夫妻生活还要好。甚至呢我因为去听亲子讲座，那认识了那个真爱家庭协会的2位老师，他们都在那个 APU 读那个领导力。那我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也去 APU 去读领导力这个硕士。真爱我觉得是上帝放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跟我说天使吧，上帝派来的天使。包括有一位弟兄叫Peter 邱弟兄，还有他们的团契的负责人黄立勋牧师，还有廖和健长老，还有王慧香姐妹。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他给我们的帮助，他们给我的帮助是让我能够看见盼望。包括那个邱弟兄，他太太也是因为身体不好过世了，他就基本上每1-2天就来陪我，陪我去健身，陪我聊天，陪我去走路。那没有跟我讲很多道理，反而当时的话，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明白，他觉得给我们很多的属灵的教导跟那个所谓的热心的安慰，但让我感到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讲的话没有到我的心里面去。他让我觉得那个我没有在尽力，我没有在爬起来，我觉得我自己很沮丧，我没有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但反而邱弟兄跟那个真爱的协会呢，让我看到我虽然很艰难，但是我相信过几年的话，我用我这个经历反而能够造就其他人。我就看到了我这个希望，不是很大的一个所谓的阳光，但那种温暖就像一个小小的一个温暖，慢慢在我面前看到我的生活是有力量的。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后来在带领这个单亲的家庭，包括单亲的孩子，我特别大的感受，就我自己经历过了那些高言大志，可以帮助一点，但是不能够长远的去带领一个人从低谷里面出来。那我也是通过邱弟兄认识苏门东牧师跟师母，我就去苏牧师家，他也是我的导师嘛，那他也给我很大的帮助。那有一天他问我，就 Jackie 你的孩子有没有去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团契？我说有，但是他们得不到帮助，他们不被了解，因为他们是单亲的孩子。他说这样吧，要不你来牧养你的孩子。那从那天开始我就学习了，就看苏牧师的书，也去祷告，能够就转变我的心嘛，从一个爸爸，一个一般的单亲的爸爸，到我是一个来牧养我的儿子的一个牧者。那我觉得这个转变是让我很大的改变，让我能够重新去看我的身份跟我的命定，也是让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路。我自己觉得单亲跟双亲都一样了，关键是我们心里面有盼望。我觉得特别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如果我们基督徒因着相信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那可能是比世人都更可怜。就我觉得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光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在永恒也有盼望，是 double hope，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要持守的，不能够光是看到世上的成就。我看了2个导师，他们都是 APU 的领导力毕业硕士，所以他们的生命的改变跟他们对人对事情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那特别是有个机会是我看到了我跟孩子的关系的那种挫折，我就学了他的里面的技巧，就改变跟孩子的互动的关系，就用那个比较能够
贴近孩子的想法，是用那个同理心的方法去多倾听，多去问，而不是去给指令。那这个方法让我很大的改变，就让孩子看到，原来爸爸也能够跟他们沟通，爸爸也能够学了技巧，能够跟他们能够有好好的互动，所以我觉得蛮好的。那通常我上班的时候，我女儿就会来找我，那是小嘛，她说爸爸，我跟你讲个事情，跟你去做这个东西，去玩一下。我在上课以前呢就很不耐烦了，因为我在工作嘛，工作的话就没有可能跟孩子玩啊。我上班在做事情啊，很忙啊。但是后来上了课之后呢，我们老师跟我讲说 ，Jackie，如果你的孩子来找你，你第一个反应呢不要 say no， 你可以问他，女儿或儿子，你为什么要找爸爸呢？有什么事情我现在可以帮你的吗？如果没有这个事情紧急的话，我们能够换一个时间，什么时候能跟你再聊一聊？这个就把我打开了。我说原来可以这样跟别人对话的，不是说我只能说 yes 跟 no。那让我看到就是我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跟孩子互动。那是2019年，我就去了那个带孩子去匹兹堡参加了全球的青少年的 AI 大赛。那也感谢主了，他们两个都在2个年龄组拿到冠军。因为我本身那时候我4年前我还没有学过 AI， 我是云端的高级架构师。但是我怎么教我的孩子呢？他们去比赛吧。后来碰巧呢，上帝也派了2个学生，他们都是在大学研究所毕业，一个在 USC， 一个在UC 的系统。他们读的就是人工智慧。然后呢，他们来找我来辅导他们找工作。那我在帮他们的时候呢，说，我这孩子要去比赛，能不能顺便你来教我的孩子，我来教你？他们说好。那结果呢，就变成他做我的孩子的老师，他们2位。就是我就做他们的那个职业的导师。后来他们2位都去 Amazon 找到工作了，那结果他们就培训我的孩子拿到那个世界冠军。所以我觉得很有趣，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人得益处。我女儿是读音乐跟艺术的，她说爸爸，我觉得 AI 很好，但是 AI 呢我不会做这个行业。但那一天呢，她很高兴跟我讲说，爸爸你知道吗？我跟你去比赛过，虽然我不读 AI， 但今天呢有一个 Google 的一个科学家来我们大学演讲，就讲 AI 与伦理，我就非常高兴，我去听那个课。然后呢，他这个学期呢就选了下一学期课叫 AI 与道德伦理，我就非常开心。就是我这个女儿呢，她不是做电脑的，但她能够因为爸爸是做 AI 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慧，她就能够把这个东西当成她的一个工具，去在大学里面进修跟学习。我觉得非常安慰，让我觉得很值得。这是我女儿的房间。那我女儿呢，她是很喜欢音乐跟艺术，这是她画的，在高中时候画的画，包括有人物的肖像啊，还有很多漂亮的杯子。那而且呢，她在从小就学那个音乐，她除了学钢琴，她考的是钢琴的10级。那另外呢，她也是平时在学校里面有做网页的设计啊，也包括有跟我一起去参加 AI 的比赛。那其实他们现在大学呢也有一些很好的课程。所以他也是兴趣蛮广泛的。我们现在这个名字叫 Leading AI， Leading AI， 然后呢，这是中文叫领先智慧嘛。那我们的目标是要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像做福音义工一样，就在通过跟教会的连接，跟那个机构，我们能够培养学生，特别是青少年，包括中学的跟大学的，培训他们的 AI 的人工智慧，还有呢领导力的基本的素养。那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是利用网上的培训的方式。那我们的主要的目标呢，是我们通过义工的教练，包括我自己也是义工，我们所有其他都是义工，他们都在大公司里面是有很高的职位，包括是专业的一个电脑的工程师。那他们就能够付出他们的时间跟精力去培训高中跟那个初中的或是大学的学生。但通过这个事工呢，能够让他们能够通过玩游戏的方法来训练 AI， 那他们就有兴趣了，就回到教会来。我以前听说，伤痛会带来欢笑，我是不相信的。我说怎么可能一个人一边哭会一边笑？这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上帝不光是用成功、祝福跟美满来带领我们的基督徒，他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虽然我们很不愿意，没有人愿意经过苦痛，但是如果我们恰好在这个伤痛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一些榜样，也看到上帝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就通过看到邱弟兄，他能够在苦痛里面，他能够起来，他能陪伴我。我想到有一天可能我也能成为那个人，是吧？我用我的很难的、很艰难的经历去陪伴、去了解。所以我在带领青少年的时候，我就不再强调那些很美好的光环。除了那个之外，他还能看到，虽然教练跟
老师都会失败，但是我们的失败中有盼望，有力量，他就能看到这个经验，他们就能够同时的起来。所以我觉得我的事工的重要的一个目标，不是只是看到成功跟比赛的成绩，而是看到这些老师教练他们的付出跟他们对孩子的关心，那种爱跟温暖是在里面的。我觉得那个是我们的事工的核心的价值观。